好，真的擋不住了嗎？中國大陸的汽車哦，這次要繞道攻美，全面爆發。尤其現在我們知道中東的地緣政治導致的油價現在戰火助攻哦，電動車賣得更好了。那包括現在美汽、福特說要倒戈嗎？希望找上中國大陸的吉利一起來合作打入美國的市場。另外就是有这個網友特別秀出來3萬美元而已就可以配上這個大冰箱跟大螢幕，網友嚇壞了。我們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。好，趕快來看到現在大陸的電動車真的是聲勢非常的浩大，尤其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到一位34歲的美國的這個 YouTuber， 他叫羅伯遜哦，他就帶團，一個人收費是399美元到北京車展上面去看車，而且去親身體驗這些車。他帶的團員來自於澳洲、紐西蘭、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等。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畫面。好，這個就是他帶團哦，親自到這個現場去看各種汽車，並且乘坐這些汽車的畫面。那麼團員也驚呼說：“沒有辦法相信美國政府不讓這款車在我們的國家裡面做販賣。尤其呢，他這一次剛剛在畫面上，其實我們如果特別注意到，有一台車是這個豪華的 SUV 車哦，那被發現到說上面呢有這個大螢幕啊、後排的冰箱跟完整的配備，而且價格只要3萬美元。”路透社報道說，這個呢，在美國一台新車的價格，在中國是可以買到5台的電動車的。那我們也特別來看一下呢，其實路透也整理出了說，在這次車展上面呢，備受關注的就是這一種CP 值很高的這一些電動車，而且的售價最低起價只要1.2萬美元，換算新台幣大約就是30幾萬新台幣而已。受歡迎的5款車，包括了有來自於吉利的，還有50宏光的這個 Mini EV 跟比亞迪的各種車型哦，這售價都是落在大約1.2萬美元左右而已。也難怪這個網紅現在還可以收費帶團去中國大陸親自體驗，那變成了另類的觀光潮跟消費熱潮嗎？賴老師怎麼看？我覺得美國越打壓啊，美國越封鎖，不讓美国的消費者使用中國的這個電動車，那美國的消費者他們就越好奇中國的電動車到底是怎麼樣子啊？這個就是反行銷啊，也就是說你一直要壓制我行銷，然後車商自己不用花錢，竟然是這些消費者自己花錢啊，然後自己跑去看，看了以後呢，透過網紅，網紅他本身也可以帶動他的流量。所以是雙收雙贏多贏的一個局面。結果這個訊號、這個訊息就不斷的透過網絡就不斷的銷售出去了。我在去年的時候，我從重慶我搭了問界8那時候由他們的副總裁康先生他特別趕到從上海到重慶，然後他就示範演示一次給我看就是什麼叫做中國的智能型的電動車。那我們特別挑，我說那我可不可以要求在重慶下班時間因為最繁忙的時候，對，而且我要測試他們的智能到什麼程度，所以他們就從車廠一直開到市中心我所指定的一個點，他不但可以選擇判斷哪一條路最好走，他還可以這個超車，就是該超的時候超，該停的時候停，該減速的時候減速，然後中間的整個路途中，摩托車轉過來的時候，它完全可以感受得到，這就是智能駕駛。而裡面的舒適度跟電影院，甚至你可以後面可以隔音，然後變成家庭的卡拉 OK。它可以完全都做起来。然後不同的位置，它有不同的音響，有不同的視覺，所以每一個人可以選擇自己想看的片子。是而且相互不干擾，在一個這麼小的空間內。各位想想，大陸的電動車發展到這個程度，然後我們台灣的民眾一無所知，因為不能進來，所以都只能夠透過這些宣傳，透過像我們這樣的去親身體驗過後來說的。美國這麼多的消費者都不能夠買得到，一無所知，也這些網紅就看到商機了。所以你看，消費者自己花錢，自己跑去體驗，網紅帶着他們賺了一筆錢，然後再經過他的行銷，
到全世界去，所以他的網絡的節目受到很大的歡迎。对，車商不用付錢，1毛錢都不用付，就有很多人幫你宣傳。好，這個是來自於我們看到這個網友哦，現在也很懂得流量在哪裡，所以呢，特地飛到中國大陸帶團哦，去拍攝這種各種的車子。那確實在網絡上面造成了非常大的轟動。另外一方面，我們來看到，其實業者也有想辦法，希望能夠打入美國的汽車的市場，但是呢，用了哪一些方法？一共是3大招。今天带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，第一招就是它產品呢直接對標美國車子了。在來自於華盛頓郵報特別做的報道說呢，中國大陸開始賣這種美式風格的車子。我們看到畫面上這種大尺寸的車子，就是美國人喜歡開的嘛。那包括了 SUV 啊、皮卡，而且是3排座的。小鵬、問界、理想現在都全面對標要做這一類型比較大的車子。那第二招就是說，這個技術直接直插美國的本土，也是來自於看到的是《華爾街日報》的報道，說福特呢一度找上吉利，想要把他們的歐洲合作現在搬到美國。當然了，現在談判還沒有成功，還陷入在困難當中。第3招則是從美墨邊境這邊來做更大幅度的一個宣傳跟滲透。現在在墨西哥這邊呢，常常可以看到吉利。還有比亞迪、長城汽車，它的這些店碼越來越開越多，都在美國的家門口，離美國非常的近，而且這個電動車的價格非常的低哦，2萬美元售價，即使是有50%的高關稅之下，仍然能拿下墨西哥市場，而且現在市占率達到了50%，這幾招就能夠美國擋得住嗎？會不會可以攻進美國市場？那酈將軍怎麼看？中國汽車的制造哈，真的是我只能超出我的想象的快哈，因為我在年輕的時候，那時候講說全世界的這種造車，大概第一個是講美國嘛，美國汽車業本來就很有名嘛，然後之後是日本哈、歐洲這幾個車系，但是後來美國因為它車子大，耗油量很兇，所以很快當第一次的油價這個危機的時候，那日本車就攻占了美國的市場哈。那當然現在我們也很意外的，現在變成中國車佔領了全世界。銷售額已經在全世界已經佔了很重的一個比例。我講幾個數字給大家聽哈。現在全世界廠牌來講，賣最多的車子還是日本豐田哈，它一年全球的銷售量可以達到1132萬輛，是佔第一的。可是你知道第4名是誰嗎？第六名是誰？就是比亞迪，它賣了462萬輛哈。這個上汽是450萬輛。那上汽它450萬輛，它的意義什麼呢？它雖然說名列第7哈，可是它已經超越了福特了哈。那第9名是吉利，411万輛哈，它已經超越了本田。所以說，如果說中國製造的這三家車行加在一起的話，事實上已經遠遠的超越了豐田哈。是。那中國之所以能夠做這種，我想說，大概就消費者的立場來講。我當要買的東西是物美價廉哈，那中國汽車剛好可以做到這3點。物美，我們講物美好了。這個第一個我們看到哈，這個美國人喜歡開的皮卡哈，它有這種粗獷型的皮卡，它 SUV 甚至於設計的做的跟坦克車一樣，讓你滿足你的那種這個英雄氣概的那種感覺哈，這是它物美。那之所以內部的裝潢，那就更不用講了。那我們講價廉好，你看這個它如果說是你這個平價款的話，它的這種5輛汽車，它售價可以大概1萬塊，美國將近可以在美國1輛汽車，它可以買到5輛這種汽車價錢。所以我覺得中國汽車在這個美國來講的話是勢不可擋啊，必然會攻占美國的市場。好，我們看到中國汽車確實這個物美價廉，所以呢，其實民間也特別研究機構做了一個最新的市調。現在說美國人願意重新考慮買中國大陸的汽車的，現在說已經最高達到了30%，但是當然了，美國國會現在還是擋住的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另外一個消息是中國車企不只是拼價格，他們其實呢也開始用這些西方的人才來去在當地落地。它就是小米，它的研發中心現在設在慕尼黑，那從 BMW、Audi、Porsche 等等。Benz 等等來挖角他們資深主管跟頂端的設計師，把自駕完全打入在歐洲。吉利目標出口要達到150萬輛。楊老師怎麼看？西方車廠會不會被迫，也不是被迫啊，就是慢慢的往這個方向向中國大陸靠攏？其實不是慢慢的，是已經落地了，已經去跟中國合作了。那我親自去過北京車展，前年2024年，那當年我也去過小米的
在北京大興的工廠，那個時候只有蘇7，現在 U7，以及它那個 Vision G 那個 GT 都出來了啊，那個概念車的超跑。我覺得其實大家可能一定要理解哈，現在不是什麼中國的車系到外國去，然後跟對方合作，然後吸取對方的經驗，然後都不是完全倒過來了。現在這奧迪跟上汽，賓士跟整個中國大陸的叫 Momenta， 然後呢 VW 跟一汽 ，Toyota 也跟當地的合作。為什麼？3個特點：第一個，全球的電動車已經是中國主導；第二個，現在不是只有電動車或者是電池或者是內裝設計，是整個智能化的發展，才是真正的重點。第三個是整個供應鏈整體的生態系都在中國，所以如果你不到中國去，你根本不知道人家這個一個 model 換進到另外一個 model 要2年而已。以前國際這些車款大概要花到4年到5年，你才從一個 model 到另外一個 model， 哦，就是所謂的改型換代，哦，那它現在2年，而且可能更快。這個2年不是只有外觀改，它是整個智能的提升。我看了一個就是這個 TikTok 上的短片，一個女生在北京地下室停車場找不到她車子，她就大聲喊：“小愛同學，你在哪裡？”那她的車子對遠處當然看不到了，因為這地下室嘛，888回應她。然後她就走，再叫一聲：“小愛同學，你在哪裡？”又888回應她，哎，找到了。然後她再单喊：“好，小愛同學，你看過來接我。”她就自己轉過來接她了。所以小愛同學就是小米的這個智能化的系統，這個智能化系統啊，以及供應鏈，這才是真正中國車系、中國車企整個它發展的最大的利基。其實不只是汽車啦，所有的中國科技、中國製造跟中國市場，我們現在講中國市場說內卷，好像有點負面，錯了。內卷除了在價格競爭之外，它也在你的功能競爭，它也在整個的競爭。所以，而且它又是最大的市場，所以這些國際的車系，包含奧迪啊、奔馳。